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節目開始之前和您確認，是否已訂閱本頻道且打開小鈴鐺，這樣有任何新內容發表時，就可優先獲得最新的節目通知。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機處理器製造商高通公司計劃將價格提高2位數百分比，此舉可能會對整個科技行業產生連鎖反應。據報道，這家總部位於聖地亞哥的公司向客戶發出了一封信函，通知他們產品價格將上漲。高通公司告訴客戶，此次漲價將適用於9月1日之後發貨的產品。該公司表示，它已無力承受供應商更高的成本，並已嘗試從新的渠道獲取替代零部件。與科技行業的其他公司一樣，高通也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供應短缺，從智慧型手機到超級計算機，再到汽車，無一幸免。人工智慧資料中心建設的激增，給記憶體晶片和其他半導體的生產帶來了壓力，同時也使得一些更普通的零部件難以獲得。市調機構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報告中指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 PC 出貨量同比下降 4%， 至6500萬台。儘管與 Windows 系統遷移和 AI PC 普及相關的商業更新週期繼續支撐着市場需求，但記憶體價格飆升和組件成本上漲正日益限制 OEM 廠商的生產計劃，並抑制消費者需求。從廠商表現看，儘管出貨量同比下降 2% 至1660萬台，聯想仍以 25.6% 的市場份額保持領先地位。聯想的採購規模和深厚的供應鏈關係使其免受記憶體短缺最嚴重的影響。在三大廠商中，惠普的出貨量跌幅最大，同比下降 8%。惠普的產品組合仍然高度依賴主流消費市場和中階企業級設備，而這兩個細分市場恰恰對零部件價格上漲最為敏感。戴爾的出貨量也出現下滑，同比下降了 6%。戴爾專注於商業市場，這使其免受純消費市場大幅下滑的影響。儘管宏觀經濟形勢不利，但仍獲得了穩定的企業 IT 預算資金。蘋果成功推出 Neo 型號，幫助該品牌在本季度實現了巨大的增長，出貨量同比增長 13%。華碩也展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出貨量增長了 4%。該品牌在採用新型晶片架構方面表現得極其敏捷。作為最早大力支持各種 AI PC 產品線的廠商之一，華碩成功贏得了早期嘗鮮消費者的青睞。在此背景之下，據報道，三星電子計劃於2026年10月啟動其位於韓國溫陽的半導體封裝工廠擴建專案，投資額達 1.3 兆韓元約合 8.84 億美元，目標是在2029年5月實現高頻寬記憶體 HBM 的量產。三星與韓國中青島牙山是於7月下旬簽署了一份諒解備忘錄，旨在支持該專案，並協調旨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行政程序和措施。新設施將包括一個31000平方米的潔淨室，面積約相當於4個足球場。擴建完成後，溫陽工廠的總建築面積將從27萬平方米增加到42萬平方米。牙山市預計該專案投產後將創造約700個直接就業崗位。施工期間，預計日均約有3400名工人參與，並將帶動約 2.6 兆韓元的更廣泛的經濟活動。三星此前表示，計劃在這兩個工廠共投資56兆韓元用於 HBM 相關設施。其更廣泛的戰略包括在溫陽工廠建設5條 HBM 生產線，以及擴建和升級天安工廠的 HBM 相關設備。此次擴建預計將使溫陽工廠從傳統的半導體後端生產基地轉型為專注於 HBM 的先進封裝基地。另外，三星電子、SK 集團與美企類既簽下9500億美元半導體大單，其中三星電子與博通公司簽署諒解備忘錄，涵蓋至2030年價值高達2000億美元的記憶體晶片代工服務
和先進封裝業務，將與博通公司合作，基於三星的 HBM 技術開發博通公司的下一代人工智慧加速器。三星電子還表示，提供亞2奈米代工工藝和先進封裝解決方案。SK 集團決定在未來5年內，與包括輝達在內的全球大型科技公司開展總價值7500億美元的先進記憶體半導體長期供應合作。報道稱，資料中心合作也將啟動。輝達也宣布 ，SK 集團與輝達在 AI 工廠及下一代記憶體領域擴大戰略合作。兩家宣布計劃建立一項綜合合作夥伴關係，以建立滿足全球運算需求激增的人工智慧基礎設施。雙方簽署了意向書，正式化協議，涵蓋從人工智慧工廠建設到人工智慧記憶體供應。SK 電信將建設2吉瓦的 NVIDIA Vera Rubin DSX AI 工廠，以滿足全球運算需求。輝達與 SK 海力士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共同保障並共同開發包括 HBM 在內的下一代 AI 記憶體。兩家公司將共同開發和優化下一代 AI 記憶體解決方案，包括 HBM， 以滿足從大型語言模型訓練到代理 AI 和物理 AI 等不斷變化的基礎設施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輝達、微軟、Meta、IBM 等科技大廠聯名致函美國國會，公開支持開源 AI 模型，呼籲立法者避免對開源模型祭出過早或過於廣泛的限制，認為此舉恐抑制市場競爭，甚至迫使 AI 創新流向海外。這封公開信由輝達執行長黃仁勳領銜簽署，另有約24家企業及產業組織共同參與。黃仁勳在信中表示，政府應避免對開源模型施加過早限制，進而扼殺競爭或將創新推向海外。此次聯名也凸顯 AI 產業對開源與封閉模型發展方向的爭論持續升溫。目前，包括輝達及近期多家中國 AI 實驗室推出的模型，均採取較開放的權重或開源策略。相對地， OpenAI 與 Anthropic 等公司則以封閉模型為主，由企業掌握模型權限與更新機制。近幾個月來，矽谷企業對封閉模型的使用成本日益不滿。微軟與 Palantir 高層先前皆公開表示，允許企業在自有資料中心部署開源模型，可降低 AI 使用成本，也能減少對單一 AI 供應商的依賴，提高企業自主性。除了成本考量外，多家科技企業也對 OpenAI 與 Anthropic 在模型內建的使用限制提出質疑，認為部分安全機制反而限制企業合法應用 AI 技術。AI 開發平台 Hugging Face 近期表示，公司日前遭一個失控 OpenAI 模型衍生的 AI 系統發動網絡攻擊，由於封閉模型對資安用途設有使用限制，公司最後改採中國開源 AI 模型協助進行防禦，凸顯開源模型在資安研究上的彈性優勢。公開信指出，依賴封閉模型並不代表一定更安全，因為封閉模型同樣可能遭到入侵、被濫用或發生外界無法察覺的錯誤。相較之下，開源模型允許更廣泛的研究人員與開發者檢視模型運作方式，發現漏洞，建立防護措施，並透過持續改善提升整體安全性。總體來看，近年隨着 Meta 推出 Llama 系列模型，以及中國 DeepSeek 等業者相繼發布高效能開源 AI 模型，全球 AI 產業逐漸形成開源與封閉兩大發展陣營。市場分析認為，這場圍繞技術、安全、監管與商業模式的競爭，不僅將影響企業 AI 布局，也將左右未來全球 AI 產業的發展方向。那麼本期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感謝你的觀看，期盼能與你產生共鳴。侃侃而談，闊論有餘。最後，請你點讚、訂閱，這對侃侃有餘是極大的鼓勵。謝謝。